很多人总是抱怨现在钱越来越难赚，天天抱怨社会，天天抱怨大环境。其实这不是社会的问题，也不是大环境的问题，那么到底是哪里的问题？大家好，我是路易德金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发掘金钱财富。听我接下来这么给你分析，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人们经历了3次金钱财富的重大变革，尤其是第3次，如果你真的看懂了，或许能让你找到属于你人生的翻身机会。在农业经济时代，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土地展开，赚钱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种植作物、养殖家禽家畜以及手工艺品制作，以及一些其他的途径。我们就举个例子，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小村庄里，有一位名叫做杰克的农民，他有一块地，这块地都是父辈留下来的，这块地对于杰克来说非常重要，因此他也是格外的重视。每年他都会精心规划田地上的农作物的种植，到了春天，也是播种的季节，杰克会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市场需求，选择要种植的作物。有时候他会种稻米，因为它是当地的主要粮食；有时候他会种棉花，因为它可以用来编织衣物，或者售卖给纺织工坊。到了夏天，杰克会进行除草、灌溉、施肥，确保庄稼能够健康生长。同时他还会养一些鸡鸭鹅，这些家禽不仅能提供鸡蛋和肉类供自家食用，多余的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其他必需品。到了秋天，这也到了是丰收的季节，杰克就会拿着镰刀开始收割稻谷，然后将它们晒干，并将稻壳去除后储存起来，作为冬天的食物。此外，他还种植了白菜、生菜、萝卜等一些蔬菜，这些都是冬季餐桌上的重要食材。到了冬天，相对来水农活也变少了，但杰克也不会闲着，他会修补农具，准备来年的种子，或者做一些竹篮、木凳等一些手工艺品，这些都是可以拿去集市上卖个好价钱的。就这样，一年4季，杰克都在与土地打交道，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赚取生活所需。虽说收入不高，但能保证基本的温饱。而这种朴素的农业经济生活方式，正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典型写照。目前很多村镇依旧靠着这种经济模式维持生计，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，靠这种经济模式生存的家庭会逐渐减少。到了工业经济时代，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主要围绕着工厂和机器展开，赚钱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制造业、贸易、投资以及新兴的服务行业等途径。我们继续举个例子吧，在10几20年前，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，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，离开了农村，来到了繁华的大城市。在这里，他找到了一份在纺织厂工作的机会。每天清晨，汤姆每天都要6点起床，稍微收拾一下，然后匆匆忙忙地赶到工厂。他的工作是操作一台纺织机，负责将棉花纺成纱线。这个工作既辛苦又枯燥，但他深知这是他赚钱养家糊口的唯一方式。工厂的工作环境并不好，空气混浊，噪音震耳欲聋，但汤姆和其他工人们依旧在坚持。他们深知，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，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然而，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20年。除了平时的工资收入，汤姆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副业。他会修理一些简单的机械，比如自行车或者钟表，然后拿到二手市场上摆摊出售，赚取额外的收入。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，城市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，这个时候的汤姆已经到了中老年，服务业也开始兴起。汤姆的妻子看到了新的商机，妻子在小区楼下开设了一间小卖部，售卖各种日用品和小吃。这样一来，夫妻俩都有了收入来源，家庭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改善。虽然工业经济时代带来了许多挑战和困难，但汤姆一家凭借勤劳和智慧，在这个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，生活也在逐步改善。这也是工业经济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赚钱方式，也是现在很多3、4、5线城市家庭的真实写照。最后，我们来说说与工业经济时代交织在一起的时代，它就是互联网信息经济时代。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主要围绕着网络和技术展开，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存在。因为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每个时代的赚钱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跨境电商的兴起，人们只要点点鼠标，一笔生意就可以轻轻松松完成，非常方便快捷。现在很多人都不需要天天上班打卡，他们只要通过互联网在家里工作，工作也更加多元化，如电商从业人员、自由设计师、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等。当你还在做着朝9晚5的工作的时候，也许他们就在家附近的咖啡厅，边喝咖啡边做一天的工作总结。网络时代已经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商方式
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那种从18岁开始工作，40-50年后从同一行业退休，或许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思想还永远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，世界正朝着经济全球化转变，我们的思维也要与之适应，并保持同步改变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上班，因为不管是待遇、工资，都和我们想象中的不符合。我们做着不喜欢的工作，疲劳不堪，毫无希望，随时担心卷铺盖走人。我们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宝贵生命在毫无激情的事情上？有超过 86% 的美国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，有一半的员工说他们会疲劳不堪，近乎崩溃，有超1/4的人说他们很难让生活和工作平衡。我们很多人试图改变，但是改变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。那些试图改变的人常常会遇到来自各方的强大阻力，很多时候改变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，改变要比我们预想中的还要难一些。改变很难，难道我们无法说服自己放下原则，挣脱安逸的生活？我们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理由。改变其实在于我们思想上的改变。我们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就必须做多改变。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想不想拥有更多金钱，或更多的成就和更多的时间，并且实现财务自由？保持不满足就是改变的催化剂。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改变的理由，才会选择真正的改变。一旦选择了改变，我们必须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并严格按要求去实践，不然到最后也只会变成空中楼阁。时代的巨变是惊人的。为什么富人越来越有钱，穷人越来越穷？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。富人懂得花钱买时间，他们懂得时间的复利效应。穷人呢，他们只会花时间赚钱。一个人的学习力和前进的动力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在面对新的变革中，我们有没有很好的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和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？这就和逆水行舟一样，不进则退。所以我们务必给自己一个改变的理由。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一切，未来的变化更是惊人的。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将在互联网上发生，很多人纷纷把赚钱目光和矛头指向了互联网。互联网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经济体，我们能否在互联网上分得一杯羹，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选择。我们是选择固守己见，还是学习新的事物并做出反应，想要获取未来更大的财富？这都取决于你。时代变了，赚钱的逻辑也变了。如果你仍坚守老思想，就一定会被时代抛弃。这是我新频道的第一个视频，关注我，让我们实现金钱财富的自由。